当全球不少大厂还在悄悄裁员、缩减开支的时候，新加坡航空却反手砸出高达 5.7 个月的利润分享花红，直接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老板大方，或者刚好今年赚得多吗？其实没那么简单。作为一家国家级企业，新航发这笔巨款绝对不是钱多烧的，这笔钱背后藏着一套非常精明的反周期操作。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新航这 5.7 个月的花红到底是如何为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的品牌溢价买单的，以及它又是怎么在暗中撑起了我们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听完这期，你会对这家每天从我们头顶飞过的航司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识。大家现在肯定都在聊物价这么贵，很多东西都涨价了。黄循财总理在5·1集会上也特别提醒我们，全球通胀和中东危机带来的压力是长期的。在本地，很多行业的平均花红能拿个1个月的 AWS 就算不错了。新航这 5.7 个月到底是怎么赚出来的？如果你仔细去翻看他们2026财年的财报，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账面上的净利润其实是下滑的，但这主要是一次性的会计调整，比如印度航空合并带来的账面影响。真正衡量他们赚钱能力的是核心营业盈利，这个数字激增了 39%， 直接飙到了 23.8 亿新元。集团总营收更是创下205亿新元的历史新高。这说明什么？说明新航靠卖机票、做货运赚真金白银的能力不仅没有变弱，反而强得可怕。在后疫情时代，他们一年的旅客运送量达到了4240万人次，航班汤汤爆满，商务舱一票难求，这就是实打实的硬核赚钱能力。但赚到钱是一回事，愿意拿出这么多分给员工又是另一回事。新航管理层非常清楚，现在全球经济大环境这么脆弱，把现金留在手里过冬不是更好吗？他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这其实引出了我们要聊的下一个核心问题。航空业其实是个特别残酷的周期性行业，可以说是极度看天吃饭。只要碰到经济危机或者地缘冲突，航班一停，每天的停机费和维护费就能把一家公司拖垮。所以当行业寒冬来临，绝大多数航司的第一反应就是裁员降本。你看国泰航空之前经历重组，流失了大量熟练的空乘和地勤人员，结果呢，当旅游业复苏的时候，人手严重不足，航班被迫取消，服务质量频频被乘客吐槽，品牌形象到现在都还在缓慢修复中。但新航选择了另一条路，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周期操作。新航管理层非常清楚，飞机只要有钱，谁都能买到最新的波音或空客，但人才是全服务航空最核心的资产。这 5.7 个月的花红不是简单的发福利，而是新航在用真金白银构建自己的服务护城河。作为大家公认的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新航能在2026年的评选中拿下亚洲第一，并蝉联全球最佳机舱服务人员奖，靠的根本不是运气，而是这些拿了高额花红、对公司有极强归属感的优秀员工。培养一个合格的新航空姐，需要经历行业内最严苛、时间最长的培训，从安全演练到餐饮服务，每一个细节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不仅是空乘，那些经验丰富的机修工程师、地勤调度员，他们的肌肉记忆和专业判断，在关键时刻就是拯救生命的底线。如果在低谷期为了省几个月的工资把人裁掉，高峰期根本招不回来同样素质的团队，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全隐患和服务滑坡。乘客之所以愿意支付比廉价航空高出几倍的票价，买的不仅是从樟宜机场飞到伦敦的那个座位，更是那份无可挑剔的安全感，以及一上飞机就能感受到的宾至如归。把大部分利润分给员工，其实就是在给新航的品牌溢价续费。只有员工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超额的回报，他们才会把这种情绪价值传递给每一位乘客。这就是新航在周期性极强的航空业里能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底层逻辑。如果我们把格局再打开一点，跳出企业的算盘，你会发现新航对新加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家很赚钱的公司。对于世界上很多大国来说，一家航空公司破产了，大不了再换一家，国内的高铁、公路照样能运转。但对于我们新加坡这个连淡水和鸡蛋都要靠进口的小红点来说，新航是不可替代的国家安全阀。航空业对新加坡 GDP 的贡献率高达约 5%， 这背后牵动的是整个樟宜机场的庞大生态圈，包括物流、旅游、餐饮和金融结算。更关键的是，
在今天中东局势动荡、红海危机频发、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的大环境下，新航就是新加坡维持生存的生命线。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一个非常硬核的细节，新航最近和新西兰签署了全球首份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这份协定听起来很官方，但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世界发生突发危机，全球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的时候，新航的货机和客机副舱必须能够优先保证关键物资、医疗用品，甚至航空燃油的跨国供应。新西兰是我们重要的食品进口来源国，这条航线就是我们的粮道。新航正在把地缘政治的风险转化为实打实的商业与国家安全合同。回想一下疫情初期，当全球断航的时候，是谁把第一批疫苗和抗疫物资运回新加坡的？是新航。所以新航必须保持庞大的机队规模，必须维持强劲的盈利能力，哪怕在平时看来有些运力过剩。因为这不仅是商业上的未雨绸缪，更是国家战略上的底线思维。新航多赚一分钱，多留住一个核心员工，新加坡在面对未来的全球动荡时，手里就多了一张底牌。它不仅要赚钱，更要保证新加坡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都不会沦为一座被世界遗忘的孤岛。新航的翅膀其实就是新加坡在动荡世界里的一道防线。所以说，新航这 5.7 个月的利润分享，表面上看是让人羡慕的神仙奖金，背后其实藏着新加坡最核心的生存哲学。因为我们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广阔的腹地，只能把人和服务做到极致，用不可替代的品牌和战略来对抗周期的寒冬。新航的这种反周期操作，其实也给我们普通人的职场规划提了个醒。在行业低谷期，不要只看眼前的成本，更要投资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今年的花红你拿了几个月？你觉得新航的服务和安全性对得起这么高的票价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真实看法。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社会拆解，别忘了订阅我们狮城社区百事通，顺手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带你读懂狮城大小事，拜拜。